很多人都喜欢跟风买东西，尤其是一些小件的家居用品。看到商家和网红大肆吹捧宣扬产品的卖点，就觉得它真的可以解决生活痛点，于是就果断入手，买回来自己亲自用了以后才知道，又是一个鸡肋产品。就比如下面这8样家居用品，每一样都曾经被吹捧上天，结果用了后才知道是智商税，真的太坑人了。看看你家有几个。1. 鸡蛋滚动盒，卖点比传统鸡蛋收纳盒更节省空间，而且鸡蛋可以一个一个自动滚动下来，拿取方便。鸡蛋在滚动状态下能避免内部蛋清蛋黄的沉淀。现实，这种滚动盒确实比普通的平铺型收纳盒要节省空间，但是一次性收纳数量上减少了，而且价格略贵。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它宣传中最大的卖点——滚动式自动补蛋根本不好用。由于鸡蛋大小形状不一，滚动过程中大的鸡蛋卡住下不去，小的直接冲到最下面，容易破碎。鸡蛋破了还要收拾盒子，无疑是给自己增加了家务。另外，它的收纳量比较小，如果家里人口多，一次买个3、4斤鸡蛋的话，根本放不下，还是要另外找地方放，比较鸡肋。2. 分层鞋架，卖点原本一双鞋子的空间，利用分层鞋架可以放下2双鞋子，充分利用鞋柜，是小户型鞋子收纳神器。现实，这种分层鞋架在使用时对鞋子的大小高低都有要求，如果是普通的平底皮鞋放进去是没问题的，但如果是男士的高帮运动鞋，或者鞋面稍微宽点的洞洞鞋，根本放不进下层。如果只是用来收纳普通拖鞋或者小朋友鞋子的话，那确实没问题，但是如果想常规家用，真心劝退。3. 刀筷消毒机，卖点可以直接收纳刀具和筷子，有些产品还带有砧板架，收纳能力满分。另外，内部带有紫外线消毒灯，通电以后可以给刀具、筷子消毒，节省了买消毒柜的费用。收纳、消毒功能2合1。现实，所谓的消毒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紫外线灯珠，效果很差，而且不带有烘干功能。湿漉漉的刀具、筷子放进去后很容易发霉，由于每次刀具、筷子刚清洗好，还在滴水状态下放进去的，所以消毒机底部会有不少积水，时间久了就会发霉。消毒机不能消毒，反而成了霉菌滋生地。即使有些消毒机的底部可以拆卸下来清洗，但是机身内部是不能拆洗，也不能自清洁的，很不卫生，不如直接买个刀架和筷架，便宜又好清洗。日常使用的刀具只要清洗到位，然后放到通风处晾干，根本不需要特别消毒。筷子也是如此，不过木质筷子即使是干净的，最好也要半年更换一次，更有利于健康。4. 电热毛巾架，卖点通电后可以烘干毛巾、内衣裤等小件衣物，冬天洗澡时还可以给浴巾、换洗衣物加热，平常还可以当作毛巾架使用。现实，卖点中的功能确实都可以实现，但是也很鸡肋。电热毛巾架要想有烘干加热效果，就必须保持通电状态，还是比较费电的，而且烘干后的衣物比较硬，看着是一层层的横干，但其实能放的毛巾数量很有限，多放2条就要叠放一起了，而且体积大，太占地方。如果非要说它有用的话，大概就是只适合南方的梅雨季和回南天的时候，可以临时烘干毛巾、内衣裤，免得没得穿。北方家庭的话，还是劝退吧。5. 勺盖一体调料罐，卖点简约大方，勺子和盖子是一体的，单手取用调料很方便。现实，超级不好用，装调料的时候如果装得太满，勺子放不进去，需要使劲倒进去，很费劲，用到后面调料少了后，勺子又够不到底。也正因为勺子和盖子是一体的，每次使用过后需要用力盖上盖子，不然里面的调料就会受潮，还不如直接用调料原装的袋子方便。6. 蚝油按压嘴，卖点按压式出油，操作方便，不用再甩蚝油瓶了。现实，虽然可以按压式出油，但是出油量很难控制，最大的缺点是按压嘴的吸管不是密封的，时间久了以后就会发霉，瓶口周围由于不能完全吻合也会发霉。拆封后的蚝油是需要放冰箱冷藏的，如果没有密封，也容易被冰箱内的其他食材污染，所以还是用原装的盖子倒过来放比较卫生。7. 硅藻泥地垫，卖点吸水块，用在淋浴房旁边，可以吸干鞋子上的水，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，造型各异，颜值也高。现实，它除了吸水块以外，真的就没有其他优点了。吸水也只能是吸干鞋底的水，脚面缝隙的水还是吸不掉的，而且它特别不耐脏，沾了水后很明显的会变黑，1个礼拜不刷洗就会发霉有异味，清洗也比较麻烦，当做一次性的地垫使用还可以。8. 挤牙膏器，卖点懒人必备，不需要自己用力就能轻松挤出牙膏。现实，说它是懒人必备，我真的不敢恭维，用它比自己挤牙膏费劲多了，并不是每次挤出来的牙膏量都一样，主要看牙刷按下去的早晚，有时候牙刷放早或者晚了，牙膏就会掉出来，还要清洗它，非常麻烦，有清洗的功夫真的不如自己挤牙膏了省事了。说在最后，虽然这些小件家居用品的价格都不算贵，但关键是它不实用，
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会增加问题。对于这类产品，还是劝大家不要轻易购买，以免交了智商税。